周二，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国空军联合实施的第4次战略巡航，目的是检验提升两国空军协作水平，推进两军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俄罗斯方面也称，此次中俄巡航是严格遵循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并未侵犯他国领空。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这次是中俄两国空军实施的第4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以来，每年中俄两军都举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已经搞了第4次战略巡航，而且是出动的战略轰炸机，本身就体现了两国的一个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军队之间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互信。从时间上看，对比几次联合巡航，这次的巡航时长相较于以往也有所增加。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联合巡逻在日本和中国东部海域上空持续了13个小时，比上一次长了约3小时。从地点来看，前3次均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进行巡航。根据国防部通报，此次联合巡航首次进入西太平洋海域上空。军事专家王明亮此前做客央视栏目分析称，中俄以往的几次联合巡航聚焦东海、日本海空域，这说明东北亚相关区域是中俄两国共同关切的利益区。而此次联合巡航范围有所拓宽，这首先彰显了中俄两军的军事实力、装备能力。再有，如此大范围的联合巡航，也体现出中俄两军信任合作程度的加深。这次加上西太平洋区域，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两国本身就是西太平洋国家，就是大国，所以战略轰炸机的出动一定航程比较远，显示了这个两国这个战略轰炸机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而且显示的两国的这种战略空中力量在相关的西太平洋空域是应该有它的存在感的。关于联合巡航使用的装备，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发布的视频显示，俄空天军图 95MS 战略轰炸机与中国空军轰 6K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联合空中巡逻。俄罗斯图 95MS 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利器，出镜率很高。对比图95轰炸机，图 95MS 取消了翼下机炮塔座、后机身观察窗以及部分电子对抗，从而使机身外观更加简洁。机头下方还增加了一台侦察雷达，侦察性能大幅提高，对大型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超过300千米。除此之外，图 95MS 可以采用内外挂的方式，最多可携带10几枚巡航导弹，可对敌方进行远距离打击。中方使用的轰 6K 是早期在轰6的基础上研制的新型轰炸机，也被称为战神，具备远距离打击、大区域巡逻的作用。轰 6K 的出现也让解放军首次实现了海陆空3位一体的打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和日本对中俄战机进行了持续监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当天下午3时40分许，韩方探测到4架解放军军机和2架俄罗斯军机在所谓防空识别区外围北上，韩方出动 KF-15、KF-16等战机升空伴飞。但韩方承认，中俄军机并未进入韩国领空。还有一名韩军消息人士透露，中方通过热线告知韩方正在进行例行演习，俄方则未通报有关情况。与此同时，被中国网友戏称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也发布了新作。日方发布的图片显示，中俄军机组成编队巡航。同一时间，日方确认还有一架俄罗斯伊尔20情报收集机在北海道里文岛至能登半岛的公海上空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进行监视。值得注意的是，中俄此举并不针对第三方，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都表示中俄军机没有进入其领空。但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却强行将其与拜登访亚挂钩，并认为中俄联合空中巡航显示了两国所谓结盟关系的深远程度。日本防相岸信夫也附和称，鉴于目前正处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期间，日方据此认为这些举动具有挑衅性，还称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向中俄就相关举动表示所谓严重关切。我们这个演习是完全合乎国际法的，是我们在国际海域、国际空域上空进行。那么365天的时间，由哪天来定这个演习，这是完全是中俄两国的主权，体现出了两个大国想要至少在东亚地区、西太平洋地区维持这种平衡，维持这种国际的安全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
在美日印澳举行领导人会谈时，中俄举行空中联合战略巡航，引起广泛关注。您对此如何看？梅西你好，对于这次中俄联合军演，中方呢简要的解释说呢是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美日韩呢分明呢从中俄远程轰炸机的声音之中呢读到了别样的意味。美国呢读到的是中国没有远离俄罗斯，两国在军事合作上仍然密切。日本读到的是对日本的示威，认为此事发生在四方峰会期间呢更具挑衅性，并且表达了严重关切。韩国读到的是遗憾，感到这个警告意味很强。这个韩国空军呢也曾经紧急的起飞战机，实施所谓战术措施，以防备出现潜在的紧急状况。美日韩呢之所以读出这么多的意味，恰恰反映出他们的心虚，或者呢是变相的告诉人们，他们开会商讨印太安全和经济战略的目的所在，就是呢要围堵中国，制裁俄罗斯。对于美国来说呢，一直很担心中俄走近，联手对付美国的霸权，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用各种方式冲淡和制约中俄关系。一些美国学者还担心这个中俄呢会形成欧亚联盟，平衡美国和北约。那么这次中俄联合战巡呢，是俄乌军事冲突以来这个中俄首次军事合作，美国呢就坐不住了。另外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今后可以不与这个西方进行经贸，但是会和中国及可以信赖的国家继续合作，这都让美国焦虑。而对于日本来说呢，因为制裁俄罗斯，那俄罗斯呢终止了这个俄日领土谈判，日本呢还追随美国来遏制中国，掺和这个台湾事务，充当急先锋，所以呢对中俄联合战巡呢是格外的敏感。说挑衅，实际上呢是做贼心虚的流露。韩国新政府有明显的亲美倾向，并且对俄罗斯的态度很生猛，愿意呢参与到旨在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据说呢还有意加盟四方安全机制，对中俄联合战巡呢也挺忌惮。我们再看看中俄，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吗？那中俄轰炸机没有违反国际条约，没有进入日韩的领空，就是自由的飞行了13个小时，你们紧张什么，慌什么呢？这一飞呢，什么都不用说，也冲破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且宣告这个美国围堵中国，这个限制俄罗斯的策略呢，是注定会失败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